每年夏天，云南深山里都会死几个采蘑菇的人。明明知道有毒，可他们为什么还要去采？因为一天能赚上万块，价格堪比黄金。有人一上午就能捡到价值6000元的干巴菌，这在当地算是一笔不小的财富。尽管这些森林充满危险，采菌人依然年复一年穿行在这片神秘的原始森林中，与死神赛跑，在刀尖上谋取生计。云南这片神奇的土地，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，被誉为野生菌王国。产自这里的约900种野生食用菌，占世界野生食用菌种类的 36%， 占中国的 90%。你可能没到过云南，但你很可能已经吃过云南产的野生菌，因为这里是世界级珍稀名贵野生菌松茸、松露的主要产地。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汪曾祺曾在散文中这样描述云南：雨季一到，诸菌皆出，空气里到处都是菌子气味。他在昆明住过7年，离开40年后，依然不忘昆明的菌子。在他笔下，滋味强烈浓厚的青头菌，人间之味干巴菌，菌中之王鸡枞和中看不中吃的鸡油菌，成为了让人念念不忘的滋味。在市场上，这些野生菌的价格令人啧舌。松茸的价格最高，好的松茸每公斤可达数千元。干巴菌也是菌中珍品，市场价格通常在每公斤500元左右。鸡枞的收购价格最高可达300多元1公斤，剑手青约150元每公斤，青头菌在60至70元每公斤。这些价格还会随着天气、产量以及市场需求的变化而波动。2021年，云南食用菌产值突破160亿元人民币，远销法国、美国、日本、韩国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野生菌产业已经成为云南一些山区县份的支柱产业，为许多山区村民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来源。在云南，山珍不过是家常味道。野生菌的烹饪技法多以单炒为主，品种不混搭，配料往往只有一点干椒、蒜片和盐。外地游客最爱的是大杂烩式的菌火锅，重菌咸极，悉数跃入鸡鹅羊汤。为避免有人不堪诱惑提前下煮，老板通常要等锅煮上15分钟后才上筷子，这样既保证了味道，也确保了安全。凌晨1点多，帮孩子盖好踢开的被子，32岁的哈尼族姑娘彭小青从床上蹑手蹑脚爬起，打理好头灯、小刀、背篓等行头，踩着夜色上后山捡菌子。彭小青家住云南省镇原县恩乐镇岷江村，这里植被葱郁茂密，适合野生菌生长，且量高，治家远近闻名。每年雨季，村子后山丛林中生长的大红菌、奶浆菌、鸡枞等野生菌会繁茂生长。凌晨2点到4点，正是菌子破土而出的时候。每年要想靠捡菌子有个好收成，就必须这时候出发。这天出发捡菌的不止他一人，村里摩托车声和狗吠声此起彼伏，被吵醒的村民都知道是采菌人上山了。连续的小雨让山中小路泥泞，但这难不倒彭小青。他每年都会到固定的窝子寻找，在茫茫山林中，哪里的坡地有菌子，他脑中有一幅完整的地图。树林里不是遍地都有菌子的，品相最好的是还没开放的朵，像小伞还没打开的样子。他坦言，好菌子不好找，自己曾碰到过出去几个小时一点菌子都没捡到的情况。进山采菌，危险时有发生。彭小青偶尔会遇到蛇，每这时他让蛇先走。采菌时常遇到雨天，有时出门时还是小雨，下着雨大了，山里没处躲，采菌时带伞不方便，彭小青就让雨淋着，他说自己习惯了。几年前的一天，彭小青进山采菌，刚下过雨，路滑，他不小心连人带筐从4-5米高的山坡滚下去，还好不严重，只是些皮外伤。他没时间理会，继续捡菌子。这天运气不错，到凌晨4点多，彭小青采到7-8公斤菌子，包括鸡枞、奶浆菌、大红菌等。彭小青每年靠采菌子能赚2-3万元，这占到全家年收入的1小半。他却不满足，有些人家每年采菌收入能有7-8万元。他这样想着，每天晚上9点陪孩子睡下，然后凌晨1点多再次起身，踩着夜色钻进山林，
寻找更多菌子。在云南的另一端，曲靖市沾益区菱角乡，64岁的邵云才也过着类似的生活。天刚蒙蒙亮，他便早早起床，揣上几个塑料袋，杵着一根木棍，就出门往村外快步走去。出村不远，他便循着早已熟悉的路线，从田间地头开始，再到山林，一路寻觅起来。邵云才所寻找的是云南名贵野生菌鸡枞。5月5，鸡枞拱土；6月24，鸡枞正合适。在云南的农业里，鸡枞自端午过后便开始冒土，一年中的7至9月是鸡枞采集的黄金时段。鸡枞味道鲜美，营养丰富，是菌中珍品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在云南，在野外捡到鸡枞会被视为交了好运，甚至有某个农户家的孩子考上了名牌大学或出人头地，会被村民戏称为某家出了朵鸡枞。邵云才所在的亭子塘小组是沾益产野生菌和鸡枞较多的地方，村民的房前屋后甚至院子里都会出鸡枞，田地山林里更是不计其数。在鸡枞盛产的季节，每天清晨，村里的村民便会早早起床上山采菌。不过，要采到鸡枞，却要花费一番功夫。在云南的野生菌中，鸡枞算是一种独特的存在。它与白蚁共生，每个出鸡枞的地方，下面必有白蚁巢。只要白蚁巢不被破坏，每年时令一到，往年出鸡枞的菌窝都会长出鸡枞。一窝鸡枞少则1、2朵，多则几十朵，甚至上百朵。菌窝相对固定，采集时不需要漫山遍野搜寻，大部分时间只需要到固定的菌窝查看即可。不过，这也意味着，一个菌窝可能很多村民都知道，要想采到，就得比别人起得更早。有时，邵云才在村口会遇到同样早起采鸡枞的村民，打过招呼后，大家会心照不宣地往不同方向的菌窝走去，反正菌窝也多，大家各往一边走，能不能捡到，全靠运气。常年采鸡枞，邵云才自然会发现一些新出的菌窝。为防止别人发现，采集时若是在地里，他会小心翼翼地用特制的工具，从鸡枞根部一侧轻轻斜插进去，翘起后轻轻将鸡枞拔出，然后再做好善后工作，尽可能减少菌窝翻土痕迹。凭着多年的经验，邵云才几乎每天都会采到鸡枞，少时几两，多时几公斤。这几年，单靠采鸡枞售卖，每年收入都有近2万元。8月1日这天早上，邵云才的运气还不赖，捡到了2窝鸡枞。收购商接过邵云才采来的鸡枞，称出了1公斤半，按这几天的市场行情，这就有近400元的收入。邵云才接过钱，像盛开的鸡枞一样笑开了花。与彭小青和邵云才相比，95后的小杨则代表了云南年轻一代的采菌人。在大理市洱源县，他从小跟随家人学习采菌技艺，如今已是村里知名的菌3代。他对山中各种菌类了如指掌，尤其是对那种被称为剑手青的蓝帽牛肝菌有着特殊的情感。剑手青因菌体表面受伤后会缓慢变成淡蓝色而得名。在云南，它被奉为牛肝菌中的王者，口感鲜美无比。然而，这种菌却有着致命的秘密，它含有毒素，如果处理不当，轻则头晕目眩，见到小人儿，重则危及生命。人们总是开玩笑说，吃了剑手青能看到小人跳舞，但这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。3年前的夏天，小杨在深山里发现了一片从未见过的大型剑手青菌窝。这种发现对采菌人来说，如同矿工发现金矿一般，令人兴奋。他急忙采了满满一篮，小心翼翼地带回家，打算第2天拿到市场上卖个好价钱。那天晚上，他的弟弟偷偷拿了2朵剑手青，简单炒了一下就吃了。没多久，弟弟就开始呕吐、腹泻，并且神志不清，说看到了很多小人在房间里跳舞。那是我这辈子最害怕的一晚。小杨回忆道，我们离医院有30多公里山路，如果情况严重，根本来不及送医。小杨只好用村里老人教的方法，煮了许多浓茶给弟弟灌下去，然后让他吐个干净。折腾了一整晚，弟弟的情况才慢慢好转。这件事让小杨认识到，尽管剑手青价值高昂，但处理不当，
就是在与死神打交道。从那以后，他对采集和处理见手青格外谨慎，遵循最严格的处理步骤，必须充分加热，微波炉至少加热6分钟，锅里炒则需要更长时间，确保毒素完全分解。而且他从不让人一次性吃太多，每人每顿不超过100克。2021年，小杨和丈夫创办了村里唯一的野生菌加工厂，不但把美味的野生菌送往全国各地，更是带动全村用小小的野生菌托起了致富梦。他说，我们现在不仅自己采菌，还收购村民们采的菌子，教他们如何安全处理。这不仅是一份工作，更是一种责任。你别看着市场上那些菌子一筐一篮的，那些整齐码放的松茸、牛肝菌、鸡枞背后，你无法想象采菌人要走多少山路，经历多少危险，才能收集到这些珍贵的野生菌。首先是山路的险恶。云南山高林密，地形复杂，山路崎岖难行，特别是在雨季，正是菌子生长最旺盛的时候，也是山路最湿滑的时候。下雨过后，菌子长得才多，但山路非常湿滑，稍有不慎就摔倒了。2024年夏天，东莞一位王姓女士与家人在山林中采摘野生菌后，几小时内全家出现头晕、呕吐和腹痛等症状，最终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治疗。由于中毒时间较长，王女士的恢复过程缓慢而痛苦。除了山路，山林间的湿气也是一大挑战。采菌人的衣服鞋子常常湿透，而太阳出来了又要顶着大太阳，冷热交加，体质弱的人不小心就感冒了。常年采菌的老人们都有风湿关节炎，双腿常年疼痛，但为了生计，他们依然每年坚持上山采菌。更可怕的是，山林中还潜伏着各种危险的生物，蛇是采菌人最常遇到的危险。盛夏时节，正是菌子生长旺盛的时候，也是蛇最活跃的时候。大理苍山上的采菌人曾经在一次采菌过程中，差点被一条五步蛇咬到。他正蹲在地上采一朵牛肝菌，突然听到身边草丛中有响动，回头一看，一条1米多长的蛇正对着他吐信子。幸好他反应快，立刻跳开，才躲过一劫。除了蛇，山蚂蟥又称山豸，也是采菌人的噩梦。这种小东西在晴天会潜伏在地下，下雨天会爬到灌木和草丛上。当感应到地面有动物经过时，就会攀附到受害者身上。被山蚂蟥咬过的伤口不易愈合，会持续渗血1到2个小时，伤口需要1个多月才能消失。除了菌子本身可能带有的毒素外，采菌人还面临着一种更为隐蔽的危险：环境污染造成的2次毒化。有些野生菌本身无毒，但生长的土壤若被重金属或其他有害物质污染，它们会吸收这些毒素，食用后同样会导致中毒。这种情况在矿区附近或受工业污染的山林尤为常见，而且几乎无法通过外观辨别，成为采菌人难以预防的安全隐患。此外，采菌人还需警惕各种潜伏在菌子中的毒虫。一些毒蜈蚣喜欢钻入菌柄，形成孔洞并留下毒素。这些蜈蚣通体黑色，长长的，当地人形象地称它们为老奶奶的手镯。一旦被这种蜈蚣缠上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因此，经验丰富的采菌人看到菌柄有异常孔洞时，都会毫不犹豫地将整个菌子丢弃。云南山区还有一种被称为白竹化椒的蜈蚣，经常盘踞在野生菌下方。采菌时若不小心，极易被咬伤。采菌前，老人们会特别叮嘱新手使用工具，如用镰刀将菌子勾起，避免直接用手触碰，以防被这些毒虫攻击。有的地方，山里手机信号不好，雾气很大，容易迷路。如果不熟悉地形，很容易迷失方向。2023年夏天，洱源县的一位游客跟随当地人上山采菌，结果走散后迷路，在山中度过了一个寒冷的夜晚。幸好第2天被搜救人员找到，才躲过一劫。但最大的危险还是来自于毒菌。云南有数百种野生菌，但能食用的只占一部分。一些毒菌与食用菌外形相似，不易区分，稍有不慎就会酿成大祸。2024年1月，东莞某小区有3名居民在小区绿地上
采摘野生蘑菇并食用，随后出现中毒症状，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。3人均出现胃痛、呕吐、腹泻等典型中毒症状，经过医院的补液、催吐等急救措施后，病情得到控制。最危险的毒菌是鹅膏菌，有死亡之貌的称号。民间有句顺口溜：红伞伞，白杆杆，吃完一起躺板板，躺板板，睡关关，然后一起埋山山，形象地描述了误食毒菌的严重后果。云南省卫健委食品安全办、市场监管局等部门联合发布了野生菌中毒防控预警，要求市民不随意采摘食用不熟悉、不能辨别的野生菌类，严禁生吃凉拌野生菌。提示吃菌的同时不宜饮酒，如出现中毒症状，要第一时间到最近的医疗机构就医。云南的采菌人拥有一套祖传的检菌秘籍，流传着3不沾的采菌箴言：手不沾嘴，脚不沾地，屁股不沾地，手不沾嘴是最基本规则。采菌人的手经常接触各种野生菌，不小心把手放到嘴里，就可能因为沾到有毒菌子的汁液而中毒。脚不沾地是一种特殊的走路方式，脚后跟先轻轻落地，再慢慢把重心移到整个脚掌上。这样不仅避免踩踏到隐藏在落叶下的菌子，也减少滑倒风险。屁股不沾地，则是告诫采菌人不要在山中久坐，否则机会容易被他人捷足先登。采菌比拼速度和效率，谁动作快，谁的收获就多。楚雄州的采菌人常说：快走不如眼尖，今找一窝顶漫山跑一天。捡菌子眼睛要尖，能从微小的土壤隆起和落叶的不自然堆积中判断下面是否有菌子。采菌的时间选择也有讲究，凌晨2点到4点是菌子破土而出的黄金时段，这时候的菌子最新鲜、最肥嫩，价格也最高。雨后的第2天和第3天是野生菌大量生长的时期。有句话说：看云识菌，看水知时。采菌的工具也是不可或缺的。除了装菌子的竹篮、翻找落叶的小铲外，很多采菌人还会携带一根特制的发财棍。这根棍子一头尖锐，可以用来拨开落叶、树枝，寻找隐藏的菌子；另一头做成小铲子形状，用于挖掘埋在土中的菌类。发财棍据说是因为用它能够找到钱，也就是菌子，所以得名。对于松茸这类高端菌，好的松茸菌应该是伞未完全张开、菌膜未破的，一般称为钉头或伞状松茸。这种松茸看起来像是一个小圆锥，香气浓郁，口感最佳，价格也最高。采摘松茸时要深入土中2至3厘米，让松茸从基部整根拔出，保持完整形状。干巴菌的基部很脆弱，采摘时需要特别小心，通常用锋利的小刀从干巴菌的基部侧面轻轻切入土壤，然后慢慢挖出整个菌体。采摘后不能用水洗，而是要用软刷轻轻刷去表面的泥土，保持其天然的香气。在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村落，老人们甚至会在菌季开始前到山上的某个地方祭拜山神，祈求菌子丰收。这种仪式延续了几代人。在众多采菌技巧中，最重要的可能是爱菌如命的态度。采菌人知道，只有保护好菌窝，维护好生态环境，才能确保每年都有丰富的菌类可以采摘。恩乐镇的彭小青说：我们村的人都知道，采菌不能太贪心，要留着种子。菌子就像是我们的孩子，需要悉心照料，他们才会年年回报我们。采菌人从深山里背出的野生菌，经过一系列精细的处理工序，最终才能登上餐桌。不同种类的野生菌，清洗方法各不相同。清洗野生菌需要特别小心，因为菌子的结构脆弱，尤其是菌伞部分，容易在清洗过程中破损。采菌人通常会用软毛刷轻轻清除菌体表面的泥土和杂质，对于褶皱多的菌子，甚至会用专门的工具清理褶皱里的沙土。特别是鸡枞这类褶皱丰富的野生菌，清洗更是考验技艺。清洗鸡枞的第一步是先刮，从上往下清理表面的杂质。为了清理褶皱里的泥沙，采菌人会使用丝刮络轻轻擦拭菌体表面，然后再用流动水清洗褶皱。在云南，野生菌的烹饪方法丰富多样，但最经典的莫过于炒和火锅。炒菌讲究的是鲜、嫩、香。
菌片要薄切，重油小火慢炒，既要炒匀炒熟，又不能炒糊。这样做出来的菌菜能够最大程度地保留菌子的原汁原味。鸡枞的制作则别具一格。新鲜的鸡枞可以直接炒食，但云南人更喜欢将鸡枞制成鸡枞油，长期保存。制作鸡枞油，首先要将鸡枞切块或撕成条状，然后在锅中用高温油炸。最后的成品酥脆香辣，可以长期保存，是云南人冬天餐桌上的常客。而被称为菌中之王的松茸，在高档餐厅里通常采用炭烤的方式。松茸肉质肥厚，用竹刀切成薄片，放在木炭火上轻烤，不需要任何调料，只需撒一点点盐，松茸特有的香气就会在炭火的熏烤下充分释放出来。野生菌火锅是另一种受欢迎的吃法。在云南的火锅店里，各种野生菌被放入煮开的汤锅中，缓慢煮熟，然后蘸上特制的酱料食用。野生菌火锅不但可以同时品尝多种菌子，还能在高温煮沸的过程中最大程度地减少有毒物质的危害。近年来，随着云南菌子名声的远播，各国厨师也开始把云南野生菌融入自己的烹饪体系中。在法国餐厅，厨师会将羊肚菌做成意面；在日本料理店，松茸被制成精致的天妇罗或涮锅；而在泰国，干巴菌则成了咖喱的点睛之笔。在云南的山区，野生菌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经济支柱。每年夏季雨水充沛的时候，是云南野生菌大量上市的季节，也是当地山区村民增收的黄金期。野生菌经济的繁荣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。野生菌加工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收购村民采摘的野生菌，经过清洗、烘干、包装等处理后，将产品销往全国各地。同时，野生菌旅游也成为了一种新兴产业，游客涌入云南，体验采菌的乐趣，品尝当地的菌子美食。然而，随着野生菌经济的快速发展，也出现了过度采集的风险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入山林采菌，导致采菌压力增大。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外地人大规模进入当地山林采菌的现象，引发了资源争夺和环境破坏的担忧。为了应对这些挑战，云南省和各地市县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。2024年6月底，云南野生菌主产地之一的楚雄州颁布了《野生菌保护利用管理办法》，这是云南在野生菌保护方面的第一个地方法规，旨在促进野生菌资源的可持续发展。与此同时，科研机构也在加紧研究野生菌的人工培育技术。虽然很多珍稀野生菌目前仍无法人工培育，但羊肚菌、松乳菇等多个菌种已经实现了人工培育，为缓解野生菌采集压力提供了新的途径。野生菌产业的未来将是传统与现代相结合、保护与开发并重的道路。只有在确保生态环境可持续的前提下，科学合理的开发，利用野生菌资源，才能让这份大自然的馈赠持续造福人类，也让采菌人这一古老而神秘的职业得以传承和发展。云南的采菌人，这些穿行在深山密林中的身影，代表着人类与自然最原始也最和谐的相处方式。从凌晨摸黑起床的彭小青，到年过60旬的邵云才，再到创办加工厂的小杨，他们用各自的方式诠释着这个古老职业的现代意义。当我们品尝一盘鲜美的野生菌时，很少会想到他们背后的故事，从云南深山被冒险采摘，经过精心处理，才能呈现在餐桌上。每一朵菌子都承载着山林的气息，也浸润着采菌人的汗水。尽管面临资源过度开采等挑战，但只要坚持科学合理利用这些自然馈赠，采菌人和野生菌就能继续共存，为我们的餐桌带来源源不断的美味。你有没有品尝过野生菌？你对这些采集山珍的勇者有什么看法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。本期视频就到此为止了，如果喜欢，还请按赞、订阅和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